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雪老师。昨天呢，我在首尔出差，然后呢，看到一条新闻让我非常的震惊。我觉得可能咱们大部分人也可能看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韩国的一家电池工厂，是在韩国的华城市吧，发生了爆炸。然后呢，咱们呢有19名同胞遇难。听到这个消息呢，我觉得非常的悲伤。根据韩国的新闻报道呢，这次工厂爆炸一共是有22位遇难，有19位是咱们中国同胞。可能这19位大部分是来自于东北。新闻上报道说呢，很多都是东北的35岁到40岁之间的中年妇女。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他们的家人有多么的伤心，多么的心痛。35岁中年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和我年龄差不多。他们的家人现在就是应该是特别特别难以接受这个消息。19位同胞意味着有19个家庭，甚至是大概是50多个家庭吧，包括父母还有自己的家庭，对吧？一共50多个家庭可能面临着支离破碎。真的不敢想象他们的家人有多么的心痛。其实他们出国来工作，就是想为了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呢，没想到这么一场灾难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所有的愿景呢，都成了一场泡沫。韩国方面呢，对这场事故也非常的重视。大家可能也从新闻上看到了，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亲自到现场去部署，然后呢，对受难者家属表示非常诚切的慰问和悼念。作为在韩华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非常的痛心，也非常非常的伤心。因为就是在我身边也有很多从咱们国内到韩国来打工的一些人。知道我当时呢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到韩国来实习，后来呢遇到了安安悠悠的爸爸以后呢，就在这里结婚，然后在韩国定居下来。后来呢，就是我读完博士以后呢，又应聘到大学里面，当大学老师。就是在韩国呢，有一种工作叫做3D 工作。这个3D 工作呢，是韩国人他们自己不愿意做的，所以呢，他们这些的劳动力呢，都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那这3D 工作呢，他们主要是脏累差。第一个 D 呢是 dangerous， 就是很危险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 dirty， 脏。第三个呢就是 difficult， 很难的工作。像这些工作的话呢，韩国本地人他们是不愿意去做的。但是呢，他们因为这个经济的发展又需要这些劳动力，那怎么样去补充这些劳动力呢？这都是从中国呀，还有越南、朝鲜以及东南亚那边，他们这样的就是外来务工者做这些工作。我刚才说的那个朝鲜呢，其实韩国有很多脱北者。这个呢，以后的话有机会的我会在厨师里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在韩国生活的这几类人吧。首先第一类人呢，就是比较占大头的，就是留学生。留学生群体呢，是在韩国是属于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人力资源哈，因为他们一旦过来之后呢，会受教育，然后呢，会这个在这边工作和生活。那留学生呢，他们很多的话。就是有想留在这里的话呢，就会留在这里面工作。那他们一旦毕业，大学或者研究生或者博士毕业之后呢，他们可能就是可以去一些就是公司，或者是服务业里面，就是因为他们语言比较好，对吧？或者是说他们去公司呢，可以做这个在这个海外营业组里面做这个中国市场的调查或者担当。还有呢，就是硕士毕业的，还有博士毕业的。像博士毕业的话呢，在韩国如果想要留下来的话，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啊。第二类呢，就是这个朝鲜族。大家都知道哈，韩国把朝鲜族呢，他们不称为朝鲜族，他们称为就是正常的，我们说官方的叫法称为在外同胞。那这个在外同胞呢，大概是分为3类。第一类呢是咱们中国的朝鲜族，第二类呢就是那个北朝鲜、北韩，第3类呢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类人他是当时的时候
它叫做高丽人。那高丽人呢，基本上它是分布在俄罗斯，还有什么就是吉尔吉斯坦呀，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方，他们称为高丽人。这些人呢，他们通通称为在外同胞，就是他们自己人嘛，韩国人他们自己人，所以呢，他们对这个自己人呢有很多的好的政策，包括他们来韩务工呀，包括他们在这里的居住签证啊。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签证叫 F4 签证，好像是同胞签证，就是朝鲜族的人或者高丽人，或者是他们那个叫是脱北者，他们过来的时候跟我们普通的签证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签证类型。F4 啊，可能是 F4，我现在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哈。这个呢是属于第2类，第3类呢就是像国际婚姻，比如说这个一个家庭是有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韩国人，或者是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韩国人，或者是还有就是越南人呀，或者菲律宾人呀，泰国人呀，就他们这种跨国婚姻组成的一个家庭。那韩国政府呢，对这个跨国婚姻这一块的话呢，他们给的这个待遇基本上是和韩国人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们所组成的家庭呢叫多文化家庭。在韩国呢，多文化家庭呢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呀？福利哈，还是蛮不错的。像之前我有做过一篇论文，但是现在论文的内容我基本上都忘记了，就是说多文化女性在韩国的一个适应情况。我回来找一下论文，然后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现在在韩国的多文化家庭呢，每年在逐年增加。现在就是说，韩国呢每一个区它都会有一个多文化中心，主要呢就是为了这些移民女性，还有多文化家庭，或者是他们提供一些服务。现在韩国的多文化家庭当中，以前的时候是中国人比较多，现在呢是越南人最多。现在是越南、菲律宾、中国。我是说女性哈，一般的话都是女性。大概在韩国，就是中韩家庭当中，有90%以上是属于中国女士、韩国男士啊。以后的话会专门再给大家做一期关于多文化女性家庭的这个视频哈。第4类就是那个劳务派遣和劳务输出。那咱们国内呢有很多这个劳务派遣和劳务输出，他们呢会把这个中国的一些人送到韩国或者送到各个国家里面，但是他们送到的这些岗位呢，一般都是属于一些比较低端的制造业，或者是就是那种3D 工作，韩国人自己不愿意做的啊，在工厂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工作。还有呢，就是第5类，第5类的话，可能在韩国占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就是非法的停留。那韩国法务部呢，经常会抓这些非法停留者。比如说就是他办了一个旅游签证，然后呢，在韩国，就是务工，务工之后呢，他旅游签证过期了以后，他就不回国，这个呢就称为非法停留。其实韩国政府呢对这些非法停留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他们该抓的还是需要抓的，为什么呢？他们也是为了自己本国人的这些岗位嘛，对吧？尽管他们本国人不太愿意做这些工作，但是呢，他们也是他们的任务啊。像之前我妈妈来在这儿的时候，她就问了一个厨师，在韩国的，他是在韩国一个酒店里做厨师吧。我妈妈问了他一下，他的工资多少钱？我妈妈说，这个厨师亲自给他说的哈，一个月大概是2.5万到3万人民币，就只是做厨师，2.5万到3万人民币。然后呢，那边好像是包吃，包住不包住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妈妈算了一笔账，让我远房亲戚的哥哥也来，还是蛮合适的。大概年薪的话能达到30万，就是在韩国技术人力的，他们的收入还是蛮高的。就像我公公婆婆哈，他们不是这个做那个装修嘛。我婆婆说，装修工那边的话，大概他们最高的一个月能拿到，就是不是装修工，就是铺那个地板，铺地板。他们一个月大概能拿到900万，700到900万韩币，但是非常累，一天要干很长时间，然后需要在各个工地里面，大概700万到900万韩币的话，大概是相当于4万到5万人民币吧一个月，就是一天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在铺地板的这些工种哈，还有其他的工种那就更贵了。
还有呢，最后的一类就是，就是像在韩国的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农业、渔业，包括韩国的什么工地啊、农场里啊等等的，这些有很多咱们的同胞在工作。像这种的地方呢，就是，在韩国他们能拿一个最低时薪。韩国的最低时薪现在是9860元韩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因为它现在的汇率是190左右吧，可能52到53。那他如果要是170左右的话，那可能就挣得更多一点。最低时薪就是韩国人，其实像很多的这种3D 工作，他们也是给最低时薪的。其实，像在蔚山这个地方哈，大家都知道，蔚山这边呢，它是属于一个工业城市，所以呢，有很多很多咱们国内的同胞在这边工作。就是你们可以想象他们工作有多么的辛苦，工作的环境有多么的差啊！希望咱们中国的同胞呢，在外呢一定要团结起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别吧，这里呢我就不一一列举了。2024年呢，韩国最低时薪是9860元韩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大概是52元左右。和国内相比的话呢，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一天如果工作8个小时的话，大概是400多块钱。但是呢，韩国就是自从这个前几年以来，物价一直在涨。就是这样的话呢，它这个 CPI 指数每年都在增加，所以呢，也是给这个韩国的一些在韩国生活的外国人还有本国人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啊。大家想想，工资其实就那么多但是呢，它这边最主要什么，就是它的这个食物比较贵一些。大家都知道，韩国一个西瓜大概是100块钱人民币，对吧？但是呢，衣服这边说实话是比较便宜的哈。所以呢，他们就是这19位同胞，这个跋山涉水，然后来到异国他乡，在这边工作。如果要是说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愿意的话，谁愿意在异国他乡工作呢？对吧？还不是想为了自己和家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为了多存点钱，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工作环境还那么的差，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辛苦。只希望呢，有关部门以及韩国的相关部门呢，能尽快的查出原因，然后呢，给遇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也希望呢，我们远在海外的游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不求大富大贵，但是呢，只要求我们健康平安回家来。这件事情呢，我还会继续关注的。有了后续呢，我会再继续给大家说的。好了，大家再见吧，拜拜。